freeze。哎，我认真唱，I said freeze。Resident Evil 4。Hello， 各位玩家，大家好，我是阿湾 VR 的姐夫。终于，生化危机4 VR 版已经正式上架了。这个经典 Capcom 的 IP 让上真是掉了无数个头的炒冷饭游戏，好多玩家应该在任天堂 GameCube、Switch、索尼的 PS2 电脑甚至手机上已经通关过无数次了。那为什么还要在 Oculus Quest 2上重置 VR 版呢？究竟一款 VR 高清重置冷饭在 Oculus Quest 2上的表现好不好呢？跟普通 2D 的电脑和 Switch 版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话题都会在这一期节目里跟大家聊一聊的。喜欢这影片的话，也请一键3连和关注我们频道，以后会有更多 VR 相关的游戏和硬件体验教程在这里播放。那我们正式开始吧。在 Oculus 商店购买了《生化危机》的玩家，记得要先把 Quest 2的系统升级到 V30上最新的 OS。现在有小概率遇上不停重复下载游戏的 bug， 姐夫就是那个不幸之人了。本来想发售当天就做一场直播，也没有机会了。如果有兴趣看姐夫做直播的话，可以移步到我的抖音或者 YouTube 频道。我是因为海外账号的原因，没办法在哔哩哔哩上直播。或许以后解决到账号问题后，就能在 B 站上直播了。但目前为止还是不行的。说回《生化危机4 VR 版》，虽然玩家的视角从第三人称改回第一人称，但故事内容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我们依然是扮演美国特工 Leon 李三光，要去东欧地区拯救总统的女儿 Ashley 艾什莉。路途上 ，Leon 要在村庄、城堡守光每一寸土地，杀光所有能掉道具的敌人，顺便把游戏中的女性角色都泡光。这个也是李三光的名字由来哦。虽然游戏叫做《生化危机4》，但没接触过系列其他作品的玩家也不用担心对剧情人物觉得莫名其妙，可以放心去玩。很多玩家应该也会担心一体机游戏的画质比较拉垮。我跟 Switch 版比较过一下，虽然 VR 版升级了贴图材质和环绕声效，而且是用 Unreal Engine 4重置过各种素材和环境细节，但如果你玩过几年前推出的高清重置版，或者是粉丝自制的 HD 版，你就会觉得 VR 一体机的《生化危机4》画质并没有提升的特别多。如果你跟古早的 GameCube 版甚至手机版比较的话，那画质又的确好很多哦。画质部分我个人还是能接受的，只要剧情和关卡还是老样子就行了。剧情的讲述还是跟以前一样，需要翻笔记去发现的。还有过场动画是玩家用第三身去看，比较像距离3米看100寸屏幕播片，这一点对于一款 VR 游戏来讲就有点遗憾了。哦，打定。这一部分竟然没有重置 ，Hello， 耗到一定时间的话，哦，好来了。而整个游戏最大的改动就是变成第一人称 VR 视角，在原本不算特别恐怖的《生化危机4》。来到《生化危机4 VR》里，多多少少也因为更有沉浸感，而让这个东欧小村庄变得有点诡异和恐怖。哇哦，你看哪边？因为变成 VR 第一人称的关系，玩家可以在游戏空间里做出6自由度的移动，而不像原版游戏只能找到一个地方再瞄准射击。在 VR 里，我们可以边走边射，还可以一手拿枪，一手拿小刀，还可以耍帅。哎呀，耍帅失败。射头后马上冲上前一个回旋踢体术，再补几刀就完事了，是不是有回到以前玩生化4时的感觉呢？ Leon 的行走方式也改变了，如果想沉浸一点，当然要选 FPS 啊，而且步伐速度也不会太慢。我自己就用这个模式，但对于某些玩家来讲也会比较容易晕，所以也有瞬移的选择。除此之外，因为 VR 的关系，好多招呼方式都需要重新设计过，例如取武器和道具可以在左松、右肩、右肩从我后背拿了，然后这里拿子弹放进去，拉3行，搞定。左肩储出。看子弹可以看左手腕的腕表或者腰间的子弹夹，腕表还可以看血量、游戏时间，甚至真实的时间。在经典的俄罗斯方块道具管理系统，更可以直接拿起道具对格子，操作上比原版直观很多。例如红草药叠加在绿草药和黄草药上，合成上色药卖给商人，可以有1万元哦。来卖的话，你看1万块钱哦。而生化危机系统的传统存档打字机，在 VR 里也变成了真的可以打字的打字机，真的挺神奇的。虽然我觉得敌人在 VR 里的移动速度偏慢了一点，但因为装子弹、切换子弹、
回旋，不像以前按一个按钮就可以。用 Immersive 沉浸感模式下的交互动作会更真实一点，例如换子弹要从腰间取子弹夹放进枪里，再拉弹杆，这一系列动作如果是刚接触的话，还是比较容易手忙脚乱的。被敌人包围时还是很有压迫感，而且初期子弹伤害不高，数量又少，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咬啦。所以我们要有点战术思考，把敌人引去比较窄的过道，一个一个打，要不然后期被各种混合类型敌人群攻的时候就很容易卡关了。游戏里的 BOSS 战也挺好玩的，我暂时只打到巨人那里，只要不停射中弱点，加几个 QTE 动作就可以了。说起 QTE， 在 VR 里加入体感的 QTE 真的挺有趣的哦。这个系统的引入，让我们在战斗中可以尝试不一样的攻击方式，相对上也没有那么单调。基于剪辑部分，也有为 VR 做出一些调节。总而言之，就是更体感、更直观吧。这一次的《生化危机4 VR》依旧保留了传承没有亮点的战斗设计，逐步提升战斗难度，不断的考验玩家的技术。听说游戏总时长大概有15个小时，但我觉得有 VR 后难度反而比以前降低了一点点。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呢？我已经迫不及待要通关，再用困难模式打一次啦。但是这款《生化危机4 VR》暂时也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哦，因为有部分内容被阉割掉了，除了没有官方中文这个致命伤外，个别的对话和形容也被删除。最大问题是通关后没有 A 档模式和佣兵模式，算是一个小遗憾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更新加回来呢？希望别要额外买的 DLC 吧。虽然这次的 VR 版并不是最完美，但最少能让 VR 在各位玩家之间引起了一些讨论，起码不玩 VR 的玩家也会好奇这冷番好不好玩。我们需要一些像 Walking Dead、Sin and Sinners 那样的 VR 创新佳作，同时也需要用新的方式去打开这些古早的经典游戏。听说 Assassin's Creed 和 Splinter Cell 也安排在重置的日程上了，你会期待哪些旧游戏用 VR 的方式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呢？还有，你觉得这一款《生化危机4 VR 版》究竟值多少分呢？请把分数打到公屏上哦。另外，你们想看《生化危机4 VR 版》的游戏解说吗？在里面，姐夫会讲一下游戏要注意的细节、收集宝物的过程、升级装备的确定等等。有兴趣的玩家，请在弹幕或者下方评论区留言。如果多人想看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下哈。如果你想对姐夫催更或者疯狂对话，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群哦。群里会有更多志同道合的 VR 玩家大佬，一起聊聊数码和游戏，顺便可以一起解决一些 VR 应用上的疑难杂症。在 QQ 里搜索这群号，输入回答秋 VR 就可以成功进入啦。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喜欢这影片的话，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茶玩 VR。姐夫在 B 站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这里是茶玩 VR， 一个集愉快体验和硬核加成的 Oculus Quest 爱好者频道。我们下集再见，拜拜。